还是什么专门来看你？是吗？桑芽，你都不想问我为什么不回去跟我妈过年吗？想说的时候自然就会说。刚刚是郑可嘉给我发的信息，他说我妈问我要不要回家过年，但是我跟我继父他们关系不是很好。我爸爸刚去世没有多久的时候，我妈就再婚了。这是郑叔叔，你爸爸生病的时候前前后后一直在帮忙。你怎么不说话？你叫人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算怎么安置一番啊？啊？怎么了？没什么。突然觉着，幸好那天逃课。那你后来怎么没有和你妈还有继父住在一起？相处的不是很好。没过多久，我就去我奶奶那儿了。你看，奶奶想死你。她很疼我爸爸，所以也很疼我。被人疼着，终归是幸福的嘛。哪怕生活再困难，后来我奶奶身体不好，我就又被送到我大伯家了。很少听到你说这些。那你那个继妹呢？上次聚餐的时候，她一副跟你很熟的样子。她性格就是那个样子，从小到大都是被捧在手心长大的，用的东西都是最好的，从来都不将就。就算是遇到什么问题、什么困难，也都是找旁人去解决。而且我也比她大几岁，让让妹妹也是应该的。让着妹妹，这哪来的规矩啊？你倒是从来不让着芝芝。你能不能多吃点啊？你这骨头可是不好疼啊。什么时候吃胖点？我朋友都说我胖了。谁这么会聊天啊？存心找不痛快吗？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啊？又想让我胖，我胖了你又挑别人刺儿。那你就对我人身攻击。二少将，别把你继妹那些刺耳的话，还有那些莫名其妙的标准安到我头上，知道吗？你以为这房子里面东西都是乱买的？每一样，每一件，
都是被你挑的。还有，什么叫你进那习惯了那样？就冲你挑对象这个眼光，你就该什么都用最好的，懂？什么时候回？温雨芬，你怎么在这儿？解释一下。说实话，我还挺害怕。我也不知道你会做到什么程度。万一有一天我醒过来，发现我的贞洁就已经被你无情的夺走。我今天还有点事，不会那么早回去。有什么事改天再聊。顾晨宇，怎么了，一凡姐？你不是想让我帮你一起挑礼物吗？现在还需要吗？什么？下班早吗？好，谢谢一凡姐。温以凡，做人要有点担当。好，我知道了，我今晚早点回去。学长还管这么多？你俩之间不就只是普通室友吗？我们有合租公约。说起来，我们要买礼物的这个学长跟桑云学长是同班同学，他刚毕业就结了婚，这会儿连孩子都有了。一凡姐，你和桑云学长是怎么认识的呀？我记得你的母校好像是颐和大学吧？高中同学。高中同学，不是初恋什么的？不是。我听说桑岩学长在高中的时候，好像有个特别喜欢的女生，追了很久都没有追到，直到大学毕业还念念不忘呢。我不清楚。我就很好奇了，是什么样的人，能让桑岩学长这么优秀的人喜欢了这么久？毕业典礼聚餐上，还有人问桑岩学长说，是不是得不到的才总是最好的，所以才这么伤心难过？聚餐时候他说的话，你记起来了？对，我想起来了。他说：“你觉得我能是这么长情的人？”他怎么会说这个？不会吗？他那么骄傲的人，不会在外人面前轻易暴露自己弱点。看起来你还挺了解他的。可能是喝多了随意说的玩笑话吧。难道不能是喝多了，借着玩笑话把真心话说出来？雨凡姐，今天谢谢你了，要不再逛逛吧？或者你有什么想吃的吗？我请你。不用了，谢谢。啊，我想起来了，桑云学长还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他再遇到那个人的话，还是会对他好，但是心态肯定就不一样。所以桑云学长现在对谁好啊，可要小心一点了，说不定他另有目的呢，比如对你。
我对啊，你没看过复仇剧吗？都是这么演，先假装靠近你，对你好，然后等你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时候，再狠狠地把你甩开，完成他的复仇。你不是说他那天晚上只说了一句话吗？我这么说的吗？我没什么印象了，可能我喝醉说错了吧。我们做这行的，平时开玩笑说八卦没关系，但是做新闻不可以是这个态度。谢谢你跟我说这些，但如果单论感情的话，我懂得不一定比你少。感情的事情我确实知道的不多，但是我认为，感情要看的是有没有用心，而不是经验多少。就跟初恋一样，很单纯，很美好，一心一意只想让对方开心，简简单单的不要求回报。东西买好了，我先回家了。拜拜，一凡姐。还知道回来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在公共区域不能穿着暴露的吗？哦，我这不是已经认命了吗？什么意思啊？亲也亲过了，摸也摸过了，我现在穿不穿衣服还有什么区别吗？嗯？你喝酒了吗？嗯。那我长话短说，经过早上这个事情，我发现我这个人梦游可能没有什么方向感，用椅子抵着门没有什么用，以后可能要辛苦你睡觉的时候锁门。我以后尽快去医院。你脸红了？颈椎一主动。为什么脸红啊？太热了，最近很热，你没发现吗？哦，哎呀，我就是没有看过男生的裸体嘛，而且之前在合租之前不是说过了，已经约定好了。我说在公共区域你不能穿着暴露，然后你也答应了，你还说我想得美。我确实这么说，不过我今天心情好，乐意给你点甜头吃啊。那以后我来尽量避免这个情况，你也多多防备。每次的处理方式、说辞都一模一样，最终的结果呢？最后不还依旧照放。那你可以说你的要求，我来配合你。我呢就一个要求，在你找到真正解决这个事情的方式前，麻烦你，能不能跟别的男人保持点距离？能不能走远点？你不要一边在那边潇洒，一边在我这。让我成为那个能为你上下其手的小可怜。那我可怜可怜你。谢谢他。
哎，樊姐，等一下。慕成宇碰我的时候反应那么大，我竟然不介意桑叶碰到我。能不能跟别的男人保持点距离？说这干嘛？搞得我好像跟……好像只有对他，对，只有对他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我还喜欢他吗？我今天不能再梦游了，免得他睡不好。这些是……怎么多了这些灯？怎么还多了这些防护？这些都是为我准备的吗？你怎么睡在这儿啊？不好意思，吓着你。我可能梦游了吧？什么意思啊？你是在嘲笑我吗？还是说你想报仇啊？哎，这样的话，咱俩不是扯平了吗？睡吧，俺们走。难道是我想错了？我最近也在玩这个游戏是吧？啊，什么时候？就最近，还挺好玩的。正好我换了新装备，来一局吗？好呀，你打到什么段位了？马上叫王者，这么厉害，来吧。下次吧，我还有点工作要忙。对了，你这周五有空吗？怎么了？就听我同事说，你们公司附近有一家餐厅很好吃，想说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吃。终于要还欠我的饭了。哦，所以有空吗？
那我到时候周五的时候去你公司楼下，因为我周五可能会早点下班，所以可以去找你。要是不方便的话，直接在店里见也可以。不用，那天我会回来的。哦，到这一切。那我这周五的时候再提醒你一下。周末怎么安排呀？我这里有2张毛不易演唱会的票。周末在家摆烂吧。什么呀？我是年轻人哎。所以才需要摆烂啊！哎，一帆，姐，你想看谁的呀？我再去抢呀。嫁给我吗？你的世界只剩下光了。对，这句话非常有力量，很可爱，然后又很温馨，又表达了自己对喜欢的人的一种那种关心跟关爱。Hello， 优酷全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白敬亭，在《南红》这部剧里面饰演的是桑延。在你钻研角色时，桑延有哪些特质是你本人也会非常欣赏的？我挺喜欢他傲娇的那个劲儿的，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细心有分寸感的男生。这次饰演桑延，有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吗？也算是正常的一个提前做功课吧，因为咱们南红这个 IP， 不管是小说还是漫画、漫剧，都是取得过非常大的关注度。我自己也在追漫画跟漫剧，每一集我都会看底下的评论，就是大家对这部故事的理解是怎么样，对这个角色理解是怎么样，我觉得对我自己饰演都有挺大帮助吧。有的时候自己找不着方向的时候，去看一看读者、漫剧迷、漫画迷的理解跟分享，我觉得对我来讲有非常大的帮助，是因为看到那么多的评论，大家对这部小说的喜爱啊，我才有这个自信跟信心，知道这个角色该往哪方面使劲儿。因为每个人想象出来的角色跟故事可能都不一样，因为这是非常主观的一件事情。对于我来讲，饰演过很多小说作品，每一次都压力非常大。我自己能做的功课就是尽量的去了解小说迷对这部剧的理解，一定是大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听说你对桑延的造型也是有和导演研究过的，跟导演也是经过讨论，在他年少的时候可能色彩会偏多一些，是通过这种颜色的处理来表达他那个时候的心态跟性格，更加外化的一种展现，也用于我们穿插的闪回中能有做出一定区别。桑延其实主要成熟以后、成年以后以黑色为主，全黑造型还挺难做的。桑延又是一个不能在时尚方面就是过于用力过猛的人，那个分寸感的拿捏要多重一点吧。你心中的名场面是什么？我可能会选第一次梦游的那场戏，因为那毕竟是我们开拍前几天就完成的一个小说中的名场面，那段也是在我脑海中过了无数遍，它如果影视化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戏，它的氛围感是什么样，能达到自己想象的那种表演状态，也是做了很多心理准备跟想象吧。最终完成下来也是最早跟大家见面的一些无聊的片段，那些认可其实对我那个当下饰演这个角色跟完成这个故事是有很大信心的，因为我觉得大家还是很接受那个画面跟场景跟完成度的，所以对我来讲最大意义就是给了我很大信心。你最喜欢的桑延的一句台词是什么？我自己个人最喜欢你的世界只剩下光了，这句话非常有力量。如果
果是你自己给桑延那些句句不说爱，处处都是爱的举动，选一个 top one， 会怎么选择？我自己其实最喜欢的行为啊，不是那种特别大或者特别深情的，我觉得就是那个小的细节，就是他每天等温一凡吃早餐这件事情，然后嘴上又说着是为了自己吃早餐，所以才这样。那个表达方式是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很可爱，然后又很温馨，又表达了自己对喜欢的人的一种那种关心跟关爱。那你觉得从桑延接到温以凡的告白电话到自己说出这句话之前，桑延当时经历一个怎样的一个心理过程？这对于桑延来讲，一定是再次鼓起勇气去表达爱的一个过程。首先听到温以凡的电话，欣喜开心肯定是有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他脑海中也一定会想起来这么多年他自己主动的一些行为跟过程。这个就是那颗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就这件事情他终于做到了。你觉得桑延做的最浪漫的事是什么？我想一想啊，我脑子里面在过，我才从第1集开始过，刚过到第3集，等会儿。但我从剧本上，我觉得我自己会很暖的那一点就在于，温以凡给桑延打完电话，他本以为桑延是在家里面，然后结果下一刻桑延推开了那个面馆的门，然后迎接他，很浪漫，很意外。尤其是我们又反过来，其实他早就做好了这一切准备，有1万种方案在等待着这一天，可能面对各种情况。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温暖、很浪漫、很细节的一个行为。这次和张若楠合作下来的感受是怎样的？对于演员来讲，我能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难去诠释的角色，因为他破碎感很强。这个对于演员来讲，其实破碎感这种氛围的建立是需要很多方面的演技，然后节奏、台词各方面，我觉得张若完成的都非常的好。因为每一次跟他对这样的情感很浓厚、很深刻的戏的时候，都会被他的眼神、被他情绪所感染。和导演也是第1次合作，合作下来的感受是怎样的？导演是一个非常细心、很细节的人，而且在很多戏上的设计，我觉得能感受出他生活中也是一个非常浪漫。因为他跟桑延是一个性格，在某方面，他跟我交流的时候，有的时候其实他把自己的很多性格也是投入到了桑延的身上。有些戏我自己可能有一些疑惑的时候，他都会用他的方式来跟我解释。再一个就是你能从他的话术跟他对剧本的理解的不同的角度来感受到他怎么理解这个小说跟故事跟这个角色的，跟我想象的是还是有一定不一样。所以我们也在不停的交流，不停的去彼此吸收。因为导演也有之前非常多经典跟成功的情感类的作品，非常相信导演在情感方面细微的把握。因为站在导演角度来讲，像这样的影视作品，就是氛围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氛围感往往是很难呈现跟很难完成的，因为它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打光、去布置，然后去渲染。而影视剧拍摄的节奏是非常快的，但是导演在这样一个紧张的拍摄过程中能去有这么多创意跟想法，像在完成几次梦游的这个创作过程中，导演每一次都用不同的拍摄方式来去展现不同梦游的这种层次，还有包括很多小说中的名场面，但是要氛围的加持、拍摄手法的加持，而不是单单的可能通过比较传统的正反打、记录性的方式就把这个场面还原出来。能看出他对这个角色、对整个剧是有很深的感情的。包括就我们在第1次见面的时候，他表达了一些自己的导演阐述跟这部戏的理解跟期望，非常打动我的。大家心中都有自己理解的桑延跟理解的南红，各方面压力都还挺大的。生日快乐，哥，辛苦了，辛苦了。Hello， 优酷全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白敬亭，在《南红》这部剧里面饰演的是桑延。这次也是很久才又饰演现代爱情剧，在决定接之前会有压力吗？在接之前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对于自己来讲也是一个挺大的挑战，太久没有接过这类型的影视作品了。这部小说这个人物又是受关注度极高，就大家心中都有自己理解的桑延跟理解的南红，各方面压力都还挺大的吧。恭喜白哥投入基本家庭！还有张两，还有好几种
然后我们重庆杀青还有重庆杀青，然后香港的会一整车，没有啦，开玩笑，这种超级车。1、2、3，好，来1、2，杀青快乐哥，辛苦了，辛苦了。说出3个让观众觉得大师很妙的理由，安利这部剧吧。治愈、质感、质量。我觉得就是你看尽了我残缺的样子，还义无反顾地留在我的身边，这是一个内核很强大的女生。如果是我遇到那么多的事情，我觉得会崩溃吧，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完全带入一凡，她真的像阳光一样照进了她的生活。当初接《南哄》这部戏的时候，温以凡这个角色吸引你的点是？大家看过小说的人其实都知道，以凡是一个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个很破碎的人，因为经历了非常多的事情。但是其实你要真正去理解他这个人物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内心是很坚强、很坚毅的一个女生。她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没有说怨天尤人，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或怎么样？可能说在桑延的这个事情上，她选择了离开，但她的这个离开可能是因为她为了保护这个男孩，她也觉得自己配不上他，这是他内心自卑的一个地方。但是他的内心，我觉得相对来说是一个内核比较强大的人。他遇到了那么多的事情，他还是可以咬着牙去坚持的认真生活。就是虽然他很易碎，但他不是说我就依赖别人，我就依靠别人。就算他没有遇到桑延之前，他也还是好好的该工作工作，该生活生活。但是桑延的来到是确确实实治愈了他，他真的像阳光一样照进了他的生活。就你没来的时候，我也可以咬着牙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但你来了，我真的觉得我的天空其实是变得有色彩了。对，很坚强，很坚毅。我觉得拍这个戏的时候，我有非常多崩溃的瞬间。他遇到被自己的舅舅侵犯了这个事情，然后后来又被合租的室友，又被领导、上司就是骚扰误会，爸爸去世，我觉得这些都是人生的重创。爸爸去世完以后，你妈妈马上又找了新的后爸，马上又生了孩子，又把你送到奶奶家，奶奶带了你一段时间也离开了。他遇到了那么多的事情，他没有说我就颓废了，我就爱怎么地怎么地了，我就这么过日子，或者是我寻短见任何之类，他都没有。自己一个人，他还是好好的活下去了。我们的那个大伯家的环境也很写实。我们第一天进到大伯家那个场地拍的时候，那一天我的心情都非常压抑。我当时还发了朋友圈，你知道那个时候你看到大伯父、大伯母，然后侵犯你的舅舅，他们一家人，他们在那儿嘻嘻哈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真的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拍之前我就会默默的，我就可能开始擦眼泪，我就自己在那哭，因为戏其实不用哭，但是那个时候我就会很难受。在大伯父家连个像样的房间，连一个像样的床都没有，他是在地上铺的东西，连桌子椅子这些都是箱子堆起来的，真的很可怜的一个女孩。她还是就是在认真面对生活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打动人。这是一个内核很强大的女生。如果是我遇到那么多的事情，我觉得会崩溃吧。刚刚提到拍大伯家的戏，那天发了朋友圈，具体什么内容？也太压抑了。我还记得有一天拍校园的时候，早恋问题被叫了家长，大伯母就来了以后，然后就推推搡搡温以凡，说你怎么不听话啊？在温以凡喜欢的桑延面前这么推推搡搡他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刻我觉得好可怜。那个时候就完全带入以凡，就是没有人爱他，只有桑延。剧中桑延用实际行动一步步将温以凡治愈，在所有的治愈戏份中，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以凡在分手雨夜跟桑延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说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也不要去颐和找我。说了这些话以后，桑延还是在你在颐和那段时间经常偷偷的去看你。能有一个人那么义无反顾的就是只对一个人好，确实桑延的人设太好了。我觉得就是桑延确确实实在在的治愈到了温以凡。我觉得陪伴吧，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这个话虽然大家都很常见，但这个事情对温以凡来说，真的，我觉得就是你看尽了我残缺的样子，还义无反顾的留在我的身边。在和桑延的感情里，温以凡相对自卑，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温以凡的爱同样热烈？因为桑延是一个在那么美好的生长环境下出来的一个很美好的
的人。那以凡不是，以凡是一个很破碎的人，他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但是他面对桑延的时候，他也勇敢了一次。我记得那场戏就拍了很多的一些走路啊，然后一些VO，就是我要为了桑延，我要勇敢一次。其实他的爱也同样是热烈的。试想一下，两人30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温以凡会想带桑延回哪个故地重游？南屋中学的话，因为求婚是在那儿，那我们就去北鱼面馆吧。就是那个少年一直在他需要他的日子，一直陪着他在北鱼面馆。演温以凡的过程中，在造型和心态上，你有加入哪些小巧思，帮助自己更入戏？我觉得在妆造上其实已经帮很大忙了。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今天是这个造型出现在现场，潜意识的就是我就是18岁以凡，但你今天只梳成大人模样了，那我就是长大的以凡。然后设计上，心态就根据每一场戏当下的一些真实的环境也好，对手演员给到的，导演给到的，跟白鸽之间我们有一些比较临场的一些互动啊，让整个戏可能更有意思一点。你对哪场戏的临场互动印象比较深刻？喝醉的戏吧，在家里的沙发上喝醉的戏，其实我们最后拍起来跟走戏不太一样。他们就说有在考虑接戏问题吗？因为我们那个就是导演就说这一片区域你们就在这个区域里表演。我觉得人喝多了，他是一些就是没有知觉的，可能一会儿坐起来，我一会儿哭了，我一会儿笑了，一会儿我就趴躺着怎么样了。所以我们就比较相信对手去表演。拍完这一条，导演觉得很好，以后我们就去看回放记动作。我们这几天探班，感觉温度特别高，拍戏又穿着厚厚的衣服，看似从容淡定，实际上是有多热？蛮热的。幸运的点是在于我们要在重庆最热的时候可能就杀青了，因为我们这个网上不是俗称冬偶嘛，衣服都是冬季的衣服，然后有的时候各种围巾啊，可能我一会儿要拍的衣服就是要围围巾，要穿外套，各种衣服。这个戏是在我们刚来重庆很冷的时候拍的，那个时候就觉得啊，我要往上多裹几层，帽子围巾全部都加上。但是你不知道他的下一场或上一场接戏的已经是在酷暑这个时候了。剧情熟悉度小测试，根据以下 emoji 表情说出剧中名场面。第一个，猜猜这是哪个名场面？啊，这是个名场面。哦，我知道了，梦游是不是？温以凡睡着，有一次抱他的梦游，两个人在跨年夜的重逢，他给的手机给他发新年快乐，他说哦，你原来没有删除我啊，这是。哦，这是超市，两个人在超市的戏，买东西的戏。这个我没有提前做功课啊，我这是纯是自己记住了。